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最近大家都在講 AI 革命，對不對？講的好像明天世界就要變了。但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，這場革命它到底發生在哪裡？今天我們不聊那些虛無縹緲的大趨勢，我們要來點實在的。我們要跟着一份來自 AI 公司 Anthropic 的經濟指數報道，就像個偵探一樣，從數據裡面去挖出那些真正的線索，看看 AI 革命的真相到底是什麼。對，問題就這麼簡單。大家都說 AI 革命來了，好，那它到底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，哪些產業，又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發生？這份報告就是我們今天辦案最重要的檔案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辦案吧。第一條線索，我們要先從地理位置下手。我們來畫一張 AI 的世界地圖，看看這股力量到底在全球的哪些地方聚集。不過在追蹤之前，我們得先認識一下我們手上的這個關鍵工具，它叫做 Anthropic AI 使用指數，簡稱 AUI。這東西是什麼呢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個 AI 使用的熱力圖，或是 AI 人口密度的概念。它看的不是哪個國家用的最多，不是看總量哦，而是把這個國家的勞動人口也算進去，去算出一個平均值。所以只要這個指數超過1，那就代表這個地方的 AI 使用熱度是超出預期的，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 AI 熱區。好，第一個重大發現來了，數據告訴我們 AI 的採用率跟一個國家的收入有非常非常強的關係。講白了，就是越有錢的國家 AI 用的越兇。數據是這樣講的，人均 GDP 每高1%，AIUI 指數就會跟着高出 0.7%。這代表什麼？這很明顯就代表現階段的 AI 革命，它還是一場富人的遊戲，高度集中在像以色列啊、新加坡啊這些高收入的國家。而且這個趨勢不只存在於國與國之間，就連在一個國家裡面也是一樣的。來，我們看一個數字 3.82， 哇，這數字很高誒，這是哪裡？這是美國華盛頓特區的 AUI 指數，全美國最高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就算是在同一個國家，不同的城市，因為經濟結構的差異 ，AI 的使用密度也可以差非常非常多。接下來這一點就更有趣了，除了錢以外，AI 的用法也完全反映出當地的經濟特色，這就像一面鏡子。比方說，在華盛頓特區，大家最常用 AI 來幹嘛？處理文件、搜尋資料。這就完全對上了嘛，因為那裡就是個知識工作的重鎮。那加州呢？當然就是寫程式的任務最多。紐約金融相關的，最酷的是夏威夷，在夏威夷用 AI 來處理觀光旅遊相關任務的比例，竟然是全美國平均的2倍。你看 AI 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的產業了。好，地點追蹤完了，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，我們來看看大家到底都叫 AI 去做什麼事。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個剛進公司的新鮮人，一個超級實習生。那在過去這段時間，他的工作內容可以說是經歷了非常劇烈的變化。我們來看看9個月前跟現在的對比。9個月前，大家叫 AI 做的，大部分都還是比較傳統的商業任務，像是做一些管理啊、財經分析之類的。但是現在呢，雖然寫程式還是大家最愛用的功能，穩坐第1名，可是成長最快的領域已經變了。現在成長最快的是那些更複雜、更需要專業知識的任務，我們叫它知識密集型任務，像是教育啊、科學研究啊這些。數字會說話，而且說得很大聲。在過去短短9個月裡面，用 AI 來做教育指導的任務比例成長了40%，跟物理、社會科學相關的任務也成長了33%。那反過來看呢？過去那些傳統的商業、金融、營運任務佔比幾乎是直接被腰斬。這說明什麼？這就說明 AI 這個實習生啊，正在光速畢業。他已經不是那個只能處理簡單事務的小助理了，而是開始在非常專業的知識領域裡面扮演越來越核心的角色。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更深層的思考。這也是我們這次辦案的第3條線索，而且我認為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條線索，那就是我們人類跟 AI 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。我們不再只是把 AI 當成一個助理、一個輔助工具，而是開始把它當成一個可以獨立作業的代理人，英文叫做 agent。
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概念你一定要記下來，叫做指令式自動化 （Directive Automation）。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舉個例子你就懂了。這就好比你以前叫助理訂機票，你可能會說，幫我查一下 A 航空，再查一下 B 航空，比較一下時間跟價格，這叫輔助。但指令式自動化是怎樣？是你直接跟他說，下禮拜3前幫我搞定去東京最便宜的機票，然後就沒了，你就完全放手讓他自己去想辦法搞定。你看，這不只是授權而已，這是一種非常深度的信任跟托付。那我們來看看數據這個變化的速度真的非常驚人。在短短9個月之內，這種我下指令你搞定的指令式自動化，它的使用比例就從27%一路飆升到39%，整整成長了12個百分點。9個月成長12%，這很誇張哎。這背後代表的故事就是，我們人類正在用一種過去從來沒見過的速度，去建立對 AI 獨立作業能力的信心。而這個趨勢帶來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。數據顯示，現在廣義上來說，自動化任務的佔比已經達到了49.1%，這是第一次正式超越了那種以協作為主的增強型任務的47%。各位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黃金交叉，我們已經跨過了一條非常重要的門檻。意思就是，我們正在從把 AI 當成副駕駛，慢慢轉變成把方向盤交出去，讓它當那個可以自己開車的司機了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揭曉最後一條，而且我認為是最震撼的一條線索。你可以發現，一般使用者跟企業在用 AI 的方式上，存在着一道你可能沒想過的巨大的鴻溝。我們直接來看數字。對於我們一般消費者來說，自動化任務的比例剛剛說了是49%，但是對於企業用戶呢，你猜猜看，這個數字是77%。哇哦，49%跟77%，這個差距真的太大了。這就像什麼？這就像我們一般人手上拿的是一把瑞士刀，功能很多，很方便，對吧？但企業手上拿的是一把準備要顛覆整個戰場的雷射槍。對企業來說 ，AI 早就不是一個方便的工具而已了，它是實現大規模自動化的終極戰略武器。報告裡面有一句話，我覺得完美的解釋了這個現象。他說，對企業來說 ，AI 模型能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，遠比完成這個任務本身的成本來得更重要。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？意思就是企業早就不是在玩票，不是在做實驗了，他們正在把 AI 用在那些真正能創造高價值的工作上，而且他們算過了，這筆投資的回報絕對遠遠大於付出去的成本。好，我們今天的案子辦到這邊，我想謎底已經差不多揭曉了。我們跟着數據繞了一大圈，現在是時候來整理一下我們所有的調查結果了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第一， AI 革命的發展是非常不平均的，它基本上就是沿着財富的軌跡在擴散。第二， AI 這個角色的工作內容正在快速進化，從簡單的事務轉向非常複雜的知識型工作。第三，我們對 AI 的信任度正在飆升，放手讓它自動化已經快要變成主流了。最後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，你一定要記住，真正能顛覆整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革，不是發生在你我手上的 App 裡，而是正在企業的會議室跟伺服器機房裡面悄悄地引爆。所以現在你已經很清楚地知道這場革命真正的戰場到底在哪裡了。那麼下一個問題就留給你自己，你準備好了嗎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